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临近退休才发现，普通人活着的意义大概是以下这几件事。一个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也许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，希望能够活明白。钢铁是怎么炼成的？里一段很励志的话，临终之际，他能够说，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烈的事业，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。显然，我们要为人类做点什么，不能把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老想着一己私利，就会陷入欲望的陷阱里。总有一大批人真的像钢铁一样，铸就了社会的脊梁。但社会上还是普通人占大多数，很多人活成了蝼蚁贪生的样子，找不到一丝的骄傲感，甚至连温饱的问题也是发愁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总要离开职场，从此过上退休的生活。回头一看，风水轮流转，位置是年轻人的，金钱是有定数的，唯有家庭才是自己的，老伴才是余生的依靠。因此说，临近退休才发现，普通人活着的意义大概是以下这几件事。第一，活着是为了送走父母，养大儿女。古人说百善孝为先，古人又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一个孝字说明人生的主要意义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要顾及到自己的家庭，要承担家长的角色。就算你要放弃生命，起码要问一问你的父母是否答应。最要想到的是，你的儿女还年幼，要是没有了父母的爱，日子会怎样痛苦？水浒传里，李逵去了梁山，但是他非常的想念家乡的父母。为了把母亲接到梁山，李逵请了几天假。半路上，李逵还遇到了坑蒙拐骗的李鬼。李逵一气之下举起了斧头。李鬼求饶，家里还有年岁已高的母亲，不得不留下生命。一句话让李逵心软了。五大三粗的莽汉也有孝顺的友情，更何况是普通的你我呢？当我们临近退休的时候，父母或许不在了，如果健在的话，已经很老了。但是回想起父母的点点滴滴，会很感动。如果父母健在，那就好了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，不会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。儿女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单飞了，作为父母的你，倍感欣慰，还会心甘情愿地帮忙带孙子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意义吗？一代又一代，生生不息。送走了父母，你就放下了亲情的担子，管好了儿女，你就有了更多的期待。第二，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诗和远方。很多人在退休之前会设计好出去走走的蓝图，走在山水之间，真的很惬意。这样的感悟很多年之前就预留好了。事实上，风景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陪你去看风景。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张大爷，前些天陪老伴去了武功山。本来他们是要看日出的，可是老伴因为身体不适耽误了行程。张大爷一直守在老伴的身边，在山脚下散步。忽然张大爷发现身后有一个男人，拍下了他和老伴走进夕阳的画面。男人羡慕地说，退休了真好。是啊，你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诗和远方不是某一座山，某一条河，而是自己创造的美好生活，是夫妻不离不弃，家庭欢声笑语。人的本身就是风景。你总是看小视频，羡慕别人生活在景区，每天都有美食，那是一种奢望。
真正的诗和远方就在你的眼前，而你却视而不见。作为普通人，没有办法周游世界，只能在家门口转悠。但是你不要活成郁郁寡欢的样子，而是变成一首诗，找到幸福的因子。如果你内心喜气，就像李白一样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和朋友聚一聚，又是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第三，活着是为了几两碎银。退休前几天，你要把工资结算好，把工龄退休金的数额算清楚，还有一些无法及时兑现的奖金也要记下来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钱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就像粪土一样的廉价。不要嫌弃金钱，你我都是靠钱才活下来的。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，唯有花钱才能够买到。小时候，父母赚钱给我们花，长大后，我们赚钱养家，供养父母。年老了，需要一份退休金，保证余生不能二者。岁数越大，越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，越来越明白，能靠的人只有自己。当你觉得没人可以指望的时候，你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去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吃过钱的苦，尝过被冷眼的滋味，你才知道碎银几两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。生活不是风花雪月，生活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。世人慌慌张张，不过为了碎银几两。金钱是滋养幸福生活的必需品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没有钱。如果别人不在乎钱，你不要说什么，因为你只能庸俗一些，把金钱的分量看得重一些。退休之后，我们大概率是不会闷声发财了，因此在金钱上计较一些是理所当然的。出门时和商家争执几句，可以少几角钱，样子不太好看，但是得了实惠。聪明的普通人懂得雅俗共赏，而不是故作清高。人活着每天都离不开一个爱字，被父母爱，爱儿女，爱社会，爱家庭，爱丈夫，爱妻子，爱花草，爱做梦，爱银子。只要你心地善良，做人有热情，那么生活就有意义了。千万不要认为迟早都要死去，活着也没意思。活着里写道，死人都还想活过来，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。珍惜1分钟，幸福60秒，这就对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